青梅入学第一天就查了所有新生信息，唯独没发现我的名字。她从小就喜欢黏着我，小学非要坐我怀里上课，初中为了和我同班努力考到年级第一，两家父母见我们感情好，干脆给我们定了娃娃亲。高考前她和我拉钩，约定一起考清北，可她考了状元后，因为同情转校来的农村学生，就将清大招生办给她的情侣名额，填上了宋景琰的名字。她在事后跟我说：“阿晨，你成绩好，报清大附近其他大学，我们还能在一起。”可她不知道，就在志愿填报通道关闭前的最后一刻，那个贫困生偷偷登录了我的账号，将我的志愿篡改成千里之外的一所大专院校。清北梦碎大专更非我所愿。我关掉志愿系统时，爸爸来了电话：“阿晨，国外那边的学校我们已经申请好了，开学就可以直接过去。不过你真的想好要出国留学了吗？苏婉柔从小就黏着你，现在你们一个在清北，一个在国外，异地恋可不容易。”我告诉电话那头的老爸，不是异地恋，但我们现在的轨迹不同，这桩娃娃亲还是推掉吧。电话那头沉默片刻，随后叹了口气：“也好，你们年纪还小，日后还会遇到很多人。那等你出国了，我们就去苏家退亲退掉什么。”一道清脆的女声突然从身后传来。苏婉柔不知何时推开了别墅大门，正站在玄关处。我挂断电话，语气轻描淡写：“没什么。”苏婉柔也没多问，笑着走过来，将一个精致的礼服袋递给我：“一会一起去谢师爷阿成，我特意给你挑了件最帅的。”我接过袋子，上楼换好礼服，下楼时却发现宋景琰已经坐在苏婉柔的车里。江晨你好，宋景年不自然的打招呼，手指不安的捏着衣角。最刺眼的是他穿的礼服和我是同一系列的，只是颜色不同。苏婉柔走过来解释：“给你买礼服的时候，想到宋景年应该没礼服穿，就顺手给他买了件。”我自嘲的笑了笑。到了酒店，宋景年一如既往的表现得自卑怯懦，苏婉柔全程围着他转，给他夹菜倒饮料，他们的笑容刺得我心口发疼。老师离场后，有人提议玩真心话大冒险，前几轮都是苏婉柔输，第一个惩罚是看他手机，质量阿晨2个字赫然在目，后面还跟着1颗红心。第二个惩罚是看他相册，满屏都是我的照片，我在操场跑步时飞扬的发烧，趴在课桌上睡觉的侧脸。第三个惩罚是看备忘录，里面也密密麻麻记满了我的喜好，喜欢不加糖的咖啡，不吃早餐会胃疼，对芒果过敏，甚至还有阿晨生气时要先反省自己的态度。这样的恋爱攻略，女生们笑得不怀好意，这也太甜了吧。不过你们不在一个大学，江晨又这么帅气，万一被其他人看中怎么办？苏婉柔笑得胸有成竹，谁敢动我的人？而且我已经帮阿成报了清北附近的大学，就在我眼皮子底下，对不对，老公？我抬眸看向角落里的宋景琰，后者脸色瞬间煞白，手指紧张的攥在一起。我刚要开口下一轮游戏，心神不宁的宋景年就输了。惩罚是亲吻左边的女生，不幸的是左边坐着的是班上出了名脾气暴躁的女生。宋景年脸色瞬间凝固住，能不能换一个惩罚？但被众人否决，不行，必须亲。宋景年闭上眼睛，颤抖着凑过去，就在快要碰到时，苏婉柔突然起身，扯开那个女生，自己吻上了宋景年。全场鸦雀无声，我感觉心脏被狠狠攥紧，疼得几乎窒息。一吻结束后，宋景年脸都红了，苏婉柔这才解释，我突然想起来，这是我之前的位置，宋景年左边的人是我。好了，惩罚结束，气氛陷入诡异的沉默，所有人都看向我，眼神里带着怜悯和尴尬。我不想被围观，想到宴会也快结束了，便起身告辞。刚走出酒店，苏婉柔就追上来，抓住我的手腕：“阿晨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”她着急的解释，声音里带着罕见的慌乱。宋景年不想亲那个人，我只是帮他解围，你别生气好不好？我微笑着抽回手，以后你想怎么亲他就怎么亲，想亲多久就亲多久，和我都没关系。苏婉柔愣住了，脸色瞬间惨白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刚要开口提分手，宋景年就紧跟着追了出来，声音颤抖：“江澄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对。”他单薄的身影，不停的鞠躬道歉，那副卑微的样子，仿佛我是个恶人。你不要和苏婉柔生气，你要怪就怪我好吗？苏婉柔连忙扶住他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已经跟阿晨解释过了，他不会生气的。我笑了，顺着他的话点头，我没生气。宋景年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怯怯的开口：“那我先走了。”苏婉柔却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：“等等，我送你。”宋景年眼睛一亮，又故作犹豫的看向我：“可是江晨呢？我们不是同一个方向，你不用管他，他家有司机，等会就来接他的。”说完，他拉着宋景年上了车。我站在原地看着车尾灯消失在夜色里。他忘了我的司机家里有事，请了好几天的假。我前几天才跟他说过。雨点开始砸下来，我站在酒店门口等了很久，都没打到车，我只能冒雨走回去。夜太黑，路太滑，我半路被一辆电动车撞倒，膝盖重重磕在地上，血浑着雨水流下来，我只能一瘸一拐的继续往前走。3个小时后，我终于到家，我忍着疼给自己消毒。手机屏幕亮起，是苏婉柔发来的消息：“到家了吗？”我不想回复，直接关机。洗完澡后沉沉睡去。第二天门铃响个不停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去开门，苏婉柔站在门外一脸焦急：“你到家了？昨天怎么不回我信息？”我转身往里走，受伤了，睡得早没看见。苏婉柔这才注意到我腿上的伤，眉头瞬间皱起，这是怎么弄的？司机请假我走回来的，路上被电动车撞了。苏婉柔一怔，这才想起来我家司机请假的事，愧疚感涌上来。阿晨，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？我抬眸看他，如果我给你打电话，你会回来接我吗？苏婉柔毫不犹豫，当然。我轻笑，那如果正好撞上宋景琰也出了什么事呢？你的第一选择还是我吗？苏婉柔顿了1秒，还是点头，当然。我扯唇没再说话。以前我皱眉，他都能察觉到我心情不好，而现在哪怕只是1秒的迟疑，也足以说明一切。苏婉柔突然开口，语气里带着几分讨好的意味：“阿晨，我们去海洋乐园吧。”我摇头不想去了。苏婉柔却说：“票我都买好了，你不是很想去看虎鲸表演吗？”我被他半哄半拽地带上车，可车门一开，我才发现宋景年也在后座。最刺眼的，他穿的休闲装和我又是同系列的，只是颜色不同。苏婉柔下意识挡着他，我看他朋友圈说没去过，就一起叫上了。到了海洋乐园，宋景年一如既往的表现得自卑怯懦。接下来一整天，苏婉柔都以宋景年
没玩过这些为由，带他去体验各种项目。我像个透明人跟在他们身后。最后虎鲸表演时，主持人随机抽选观众互动，本来抽中的是苏婉柔和我，可宋景年眼巴巴的看着苏婉柔，便仰头哄我。阿晨，宋景年第一次来，让他体验一下好不好？我没说话算是默认。苏婉柔和宋景年上了台，其中一个互动环节是虎鲸从水中跃起时，两人要在最高点接吻拍照留念。主持人刚说完，苏婉柔直接扶着他的后脑吻了下去，全场沸腾。如果说第一次吻宋景年是为了替他解围，那这一次呢？表演结束后，苏婉柔想解释，我却打断他，我知道你是不想耽误大家时间，最后我们一起去中心楼梯等闭园烟花，可意外却发生了。最近的烟花突然爆炸，火花四溅，人群瞬间混乱，推搡间我被挤得要从楼梯上滚下去。苏婉柔下意识要去拉我，可身后传来宋景年惊恐的呼救声，婉柔救我。他回头看了一眼，最终毫不犹豫的转身朝宋景年跑去。我看着他决绝离开的背影，心脏像是被撕裂一般，整个人重摔下楼梯，还被慌乱的人群踩了好几脚。等苏婉柔护着宋景年回来时，我已经满身是伤，膝盖和手臂上全是淤青和擦伤。苏婉柔心疼的想要抱我，我避开她的手，声音平静的可怕，我没事，你送宋景年回去吧。苏婉柔却让宋景年自己打车，执意送我去医院。检查后，医生说我可能有脑震荡，需要住院观察。苏婉柔寸步不离的守着我，怎么赶都赶不走。可刚办完住院手续，宋景年的电话就打来了，婉柔，我家断电断水了，我没钱，你能帮我交一下吗？苏婉柔皱眉犹豫的看向我，我脸色平静，你去吧。苏婉柔最终还是站起身，我很快回来，她急匆匆离开。我看着她的背影，决定放下这么多年的感情。我在医院住了3天，这3天里，我刷到了宋景年的17条朋友圈。苏婉柔带我去吃我人生第一顿火锅了，配图是苏婉柔纤长的手指正往她碗里加肥牛。第一次去蹦极，好紧张。配图是苏婉柔站在高台，温柔的看着她，眼神像极了当年看我的样子。苏婉柔说我感冒了，要好好照顾我。配图是苏婉柔坐在病床边，用勺子轻轻搅动热粥。我平静的划过去，心脏已经麻木了。出院那天是我的生日，我约了常去的健康管理中心做运动康复。苏婉柔站在前台，身边是局促不安的宋景年。苏婉柔告诉我，宋景年说从没来过这些地方，所以我带他来体验一下体态矫正。他顿了顿，正好我也不懂，这你带他一起吧，我不想在公共场合闹得太难看。于是点了点头。宋景年在一旁羡慕的看着，我们私人培训很贵吧？大少爷就是大少爷，不像我从小到大也没有享受过专属的培训老师。苏婉柔皱眉，不用羡慕，这次你跟着江晨的老师就行。宋景年连忙摆手，不用不用，我配不上这么好的服务，胡说什么？苏婉柔语气坚定，你配得上最好的。做完护理，我没等他们，刚到家门就被苏婉柔猛地推开。你跟你的培训师说了什么？为什么宋景年做矫正会受伤？我被他拽得生疼，猛了一瞬。我说过我对他多加照顾，只是因为他救过我。苏婉柔声音压抑着怒气，我喜欢的人还是你，你要是不满可以冲我来，为什么要害他？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我没有害他，培训师的矫正动作都是专业的，怎么可能故意伤人？苏婉柔冷笑，那家康复馆是你家的，你想让人对他动点手脚，不是一句话的事吗？我心脏狠狠一颤，在他眼里我居然是这样的人。苏婉柔当我默认了，直接拽着我冷着脸飙车，直到把我拽到宋景年的病房。宋景年身上打着绷带，可怜兮兮地躺在病床上。苏婉柔命令我道歉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猛地将他送我的项链扯下，丢给宋景年。我冷漠地开口，给你苏婉柔，我也给你了。我转身离开，去了自己的生日会。父母虽然在外出差，但依旧派人精心布置了宴会。我正穿着米色的西装站在门口迎客，远远就看见苏婉柔带着宋景年走来。我刚要开口，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碎裂声，紧接着是宾客的尖叫声。眼前的景象让我呼吸一滞，精心布置的3层礼物塔轰然倒塌，昂贵的礼物散落一地，香槟塔碎成无数晶莹的碎片，酒液在地毯上晕开深色的痕迹。宋景年站在一片狼藉中央，手足无措地搅着衣角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听说。他声音颤抖，把礼物放在最高处，可以沾沾主人的福气。没想到没站稳。我看着父母为我精心准备的生日宴毁于一旦，胸口剧烈起伏。苏婉柔已经挡在宋景琰的面前，阿成别跟他计较，他第一次参加这种宴会，不懂规矩，你大度一些。我反问他第一次，我的声音微微发抖。他第一次去私人训练，第一次参加生日宴，第一次接吻，到底还有多少个第一次？我指着满地狼藉，这是我父母为我准备的生日宴，现在全毁了，你还要我怎么大度？兄弟柯震实在看不下去，嗤笑一声。某些人装什么蓝绿茶呢？18岁的人了，什么东西能碰什么东西，不能碰心里没数。这么明显的礼物塔都能撞到故意的吧？宋景年脸色瞬间煞白，眼眶微微发红，头深深的低了下去。苏婉柔的眉头皱了皱，柯震道歉，凭什么不道歉？苏婉柔一字一顿，我就让我爸封杀你们柯家。我猛地抬头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根本没邀请宋景年来。阿珍没说错什么，不可能道歉。现在要么宋景年道歉，要么他滚。苏婉柔见我真的动了怒，刚想开口哄我，宋景年却已经低着头冲了出去。苏婉柔急喊宋景年，苏婉柔心急如焚，顾不上我转身就追，慌乱间宋景年的膝盖撞翻了旁边的装饰架，哗啦一声，本就狼藉的宴会厅更加混乱不堪。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们一前一后跑出去的背影，弯腰捡起地上摔碎的一个又一个相框，那是苏婉柔去年送我的生日礼物，里面是我们从小到大的合照，现在玻璃碎了，照片也沾上了奶油，就像我们的感情早就面目全非。此后几天我彻底断了和苏婉柔的联系，手机屏幕不断亮起她的消息，一条条弹出来，阿成别生气了，我给你买了礼物，我买了电影票，一起去看好不好？对于这些我统统视而不见，直到苏婉柔终于忍不住找上门
门来。他站在门口，眉头紧锁。阿晨，为这么点小事你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哄你也不行，道歉也不行。我合上手中的书，脸色很淡。我没让你哄，我也没让你道歉。你要是不耐烦，可以去陪宋景年。我没意见。苏婉柔瞬间慌了神。你胡说什么？你才是我男朋友。我知道这段时间我和宋景年走得近了些，清北的名额也给了他，但我只是觉得他无依无靠，很可怜，又想报答他的救命之恩而已。他的声音软下来。既然你不喜欢我的恩情，也还得差不多了，以后就不和他来往了，好不好？我抬头看他，刚要自嘲地问他，这话他自己信吗？他的手机突然响了，电话那头传来宋景年带着哭腔的声音：我不去读大学了，我要回老家种地了。苏婉柔脸色骤变，为什么？宋景年哽咽着，江晨不肯原谅你，都是因为我。他的声音里带着委屈。既然如此，我还不如走了，再也不妨碍你们的关系。电话挂断后，苏婉柔瞬间慌了。我看着他匆忙离去的背影，自嘲地笑了笑。出国前夕，我收拾好了所有行李。苏婉柔突然上门，看到我的行李箱，嘴角扬起一抹温柔的笑。都收拾好了，我还打算来帮你，免得你这个小迷糊又丢三落四。他踮起脚，伸手揉我的发顶。明天我们一起去报道。我扯了扯唇，他还不知道我根本不会去北城。我冷漠地开口，我的学校和清北的报道日期不一样，要晚几天。宋景年胆子小，从没去过北城，你可以先带他熟悉一下，在周边玩几天。苏婉柔愣住了，没想到我会这么大度，他反而松了一口气。好，那我先带他逛几天，你来了我去接你。苏婉柔还想说什么，我却以他明天要赶飞机为由，直接把他赶了出去。门外，苏婉柔看着紧闭的大门，心里隐隐不安，但转念一想，算了，等到了北城有的是时间哄我。第二天，我拖着行李，正准备去国际航站楼，却远远看见苏婉柔和宋景年在值机柜台前。苏婉柔正抬头帮宋景年整理帽子，我连忙躲到柱子后。就在这时，苏婉柔突然皱眉，朝我的方向看来。宋景年好奇地问：他怎么了？苏婉柔疑惑：我好像看见阿晨了。他说着就要往这边走，宋景年连忙拉住他的手臂：江晨不是说过几天才来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你看错了吧？他语气软下来：我们马上登机了，我没坐过飞机，没你不行的。苏婉柔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跟着宋景年走向登机口。我从柱子后走出来，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，这才拖着行李走向国际航班的柜台。两架飞机同时起飞，一架飞往北城，一架飞往大洋彼岸。就像我和苏婉柔，终究是南辕北辙。飞机降落在异国机场时，我删掉了手机里所有关于苏婉柔的照片，去迎接自己新的人生。戏里的迎新会安排在入学第一天傍晚。我收拾好用品后，换了条简单的 T 恤，坐在会场后排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掌声有请夏西瑶教授上台为新生致辞。掌声中，一个穿着浅灰色西装的女人走上台，她身形窈窕，外貌美丽，鼻梁上架着一副细框眼镜。听到旁边的学生们窃窃私语，我才知道夏教授是中国人，一路跳级，硕博连读，如今才23岁的年纪就当上了教授，完全算得上是天才学者。夏西瑶开口时声音清润，欢迎各位来到这里。比起教授这个称呼，我更希望成为你们学术路上的同行者。我的目光顿了顿，不再走神，而是耐心地听了下去。致辞结束后是自由交流环节，我正低头整理简历，面前突然落下一道阴影。我抬头撞进夏西瑶含笑的眼眸里，江晨同学。他手里拿着一份打印好的新生名单，只见正停在我的名字上。刚才看了你的作业，你的课题很有新意。我愣了一下，连忙站起身，朝他微微鞠躬。夏教授好。不用这么拘谨。夏西瑶同我握了下手，目光落在我作业的研究方向一栏。我最近在做的项目正好涉及你提到的内容，或许我们可以聊聊。听到这，我紧绷的神经渐渐放松，和他站在会场角落聊了近1个小时，甚至聊到天色都暗了下来。抱歉夏教授，我是不是耽误你时间了？此刻的我有些不好意思。夏西瑶笑着摇摇头，我很高兴新生里有像你这么认真的学生。说完，他转身走向会场外的咖啡店。我去买杯咖啡，要一起吗？夏西瑶把一杯拿铁递给我。下周有个国际研讨会，就在隔壁室，你愿意和我的团队一起去吗？能认识些业内前辈，对你的课题或许有帮助。我握着温热的咖啡杯，嘴角扬起一个浅浅的笑。好，谢谢夏教授。在加入夏西瑶的研究小组后，我的生活被密密麻麻的实验和书籍填满，而夏西瑶的办公室就在我实验室隔壁。他似乎总有忙不完的课题，常常和我一起待到深夜。某次为了校准一个数字模型，我的手肘不小心撞到了咖啡杯，深褐色的液体瞬间轻松将图纸标注的尺寸线浸成模糊的深痕。可夏西瑶没去看那张被弄脏的图纸，反而举起我的胳膊，都出血了，我帮你清理。他一脸担忧的抽出药棉帮我清理，还涂上了药。我只觉得耳根有些发烫，心底却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挠了一下。几天后的周末，他约我一起去看中世纪建筑特展。那天他给我科普了很多知识，看他认真讲解时专注的策略，我的心中也渐渐被他软化。而我不知道的是，另一边飞机落地后，苏婉柔提着宋景年的行李箱走在前面，还给我发了条信息：阿晨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过来？把开学时间告诉我，我去机场接你。发完信息后，他笑着对宋景年说：先去宿舍放东西。苏婉柔帮他铺床单时，宋景年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苏婉柔：你对我真好，要是你可以永远对我这么好就好了。苏婉柔没接话，只是把叠好的被子往床沿推了推。迎新篝火晚会里，宋景年拉着苏婉柔不放，我一个人怕尴尬。苏婉柔笑着安抚他：我陪你。话出口的瞬间，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，他以为是我摸出来，却只是条天气预报。宋景年将烤好的肉喂到苏婉柔嘴边：江晨还没给你回消息吗？是不是和你闹脾气？苏婉柔皱眉看向屏幕，不可能，他不是轻易闹脾气的人。宋景年低下头，可能手机没电了吧，你别太担心。整场晚会，苏婉柔都没什么心思，她躲在暗处给我发消息，但一连几天，直到1个星期过去了，她都没有收到我的回复。她再也忍不住去了我报考的学校，却得知了一个晴天霹雳的噩耗。我根本就没报这所学校，一种不好的预感油然升起。她当即拨打我的电话，甚至询问了所有的朋友，都没有得到我的消息。直到第3天傍晚，苏婉柔坐在图书馆门口的台阶上，宋景年说去买水，手机落在了
他旁边的石凳上，屏幕突然亮起弹出条微信消息预览，是宋景年的好朋友发来的。那江晨真没来，你手段可以啊。下面跟着宋景年昨晚的回复，可他那个蠢货永远来不了。苏婉柔现在眼里只有我。秋风卷着落叶滚过脚边，苏婉柔拿起手机的手在抖，她点开那个对话框往上翻了翻，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，也是第一次对宋景年有所怀疑。苏婉柔让人去打听我的下落，顺便去查我志愿的事情，却意外得知了宋景年篡改我志愿的事。在和宋景琰争吵过后，他给清北的辅导员发了条消息，决定去国外把我追回来。另一边的我并不知道苏婉柔的打算，只是对着电脑屏幕上的数据模型叹了口气。请再抬头，豆大的雨点已经砸在玻璃上，可我连伞都没带。这时身后突然传来熟悉的脚步声，我回头看见夏西瑶撑着伞站在走廊尽头。夏教授，你不是早就走了吗？夏西瑶抬手抹了把脸上的雨水，笑了笑。刚走出校门就看到下雨，知道你肯定没带伞，就回来了。他往前递了递伞，我住的地方离你宿舍近，送你回去。我看着他被雨水打湿的发烧，心里顿时涌上一股暖流。那就麻烦你了。我们并肩走进雨幕，为了不被淋湿他的肩膀偶尔会碰到我的心跳因此快了半拍。直到走到街角的花店时，夏西瑶突然停住脚步等我一下，他说着把伞往我这边倾斜了些，转身跑进了旁边的花店。我愣在原地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暖黄色的灯光里。没过多久他就出来了，手里捧着一小束白玫瑰给你。他把花递到我的面前，笑容温和，庆祝你上周发表的论文被收录。我看你上次在图书馆翻那本期刊时，眼神亮得像星星。我接过花束，看着他眼底真诚的笑意，脸颊微微发烫。谢谢你，我都快忘了这回事了。夏西瑶看着我，目光柔软，又夸了我一句，这么重要的事不该忘。你的研究很有价值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伞下的沉默不再尴尬，反而多了几分微妙的甜意。不多久，一道身影猛地从阴影里冲了过来，声音嘶哑地喊了一声阿晨。突如其来的喊声让我浑身一僵，我猛地回头，只看到苏婉柔站在雨里，浑身湿透，眼眶红得吓人。她怎么这么快就找过来了？一种恐惧和厌恶交织的情感涌上我的心头，我下意识就想要离开，可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苏婉柔已经冲上前，脸上是从未有过的失控，一把抓住我的手，力道大的几乎要把我捏碎。阿晨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宋景琰改了你的志愿？为什么要一言不发的出国？你知道我在国内找你找疯了吗？他的声音嘶哑，带着浓浓的鼻音和质问。雨水顺着他的下巴滴落，砸在我的手背上，冰凉刺骨。我被他抓得生疼，蹙眉挣扎。苏婉柔，你疯了吗？放手！我不放。苏婉柔像是疯了一样，眼神死死锁着我。你告诉我，是不是因为他？他猛地指向旁边的夏西瑶，语气里的嫉妒几乎要溢出来。是不是因为他，你就忘了我们10几年青梅竹马的感情？放开他！夏西瑶的声音平静地插进来。他不知何时已走到我身侧，不动声色地将我护在身后。他看着苏婉柔，眼神冷淡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。我是他的教授，和他不是男女朋友关系。再者，就算是江晨，也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。你这样强行拉扯，已经构成骚扰。需要我现在联系校警吗？苏婉柔转头瞪着他，眼底布满红血丝。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和你也没关系。我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清晰而决绝。我用力挣开苏婉柔的手，肩膀被抓过的地方火辣辣的疼。苏婉柔，从你把宋景年带在身边开始，我和你就没关系了，我们分手了。苏婉柔愣住了，像是没听懂我的话，僵在原地。雨水顺着她苍白的脸颊往下淌，她看着我，嘴唇哆嗦着，不是的，我从来没同意过分手。阿晨，我爱的始终是你，跟我回去好不好？我知道错了，我把宋景年赶走，我补偿你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晚了。我看着他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。苏婉柔，从你一次次偏袒宋景年开始，我就不爱你了。我的花像一把刀，精准的插进苏婉柔的心脏。她踉跄着后退一步，眼神空洞，仿佛被抽走了所有力气。夏教授，我们走吧。我转过头避开他的目光。夏西瑶点了点头，自然的接过我手里的花束，护着我往楼道里走。经过苏婉柔身边时，我没有再看他一眼，脚步坚定的进了楼道，远离了雨幕和苏婉柔的视线，我才松了口气。夏教授，今天真的谢谢你。夏西瑶把花递回给我，语气带着点玩笑的轻松。保护学生是老师的责任。他的目光落在我泛红的手腕，眉头微蹙。他没弄伤你吧？我摇头，没事，上去吧，好好休息。夏西瑶没有多问，只是站在原地看着我。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我点点头，抱着那束白玫瑰转身往楼梯走。走到拐角处，我不自觉回头，却看到夏西瑶还站在原地，像是在确认我安全上楼雨夜里他的身影挺拔而可靠。我心里某个角落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填满了。也许是那天我的话刺激了苏婉柔，她开始为曾经的过错对我进行弥补。可苏婉柔的弥补就像一场冗长的独角戏，除了她自己在意外，无人理会。她托人从国内寄来我小时候最爱的老字号糖糕，却被快递员原封不动的退回来。她去查了我的课表，在我选修的艺术史课上占了旁边的位置。整整2节课，我的目光没往她这边偏过一次。最狠的是那个雨天，她撑着伞在实验室楼下等了3个小时，却看见我和夏西瑶凑在一起看图纸。我们2人亲密默契的模样，像一根细针扎得苏婉柔眼睛发酸。直到天黑，我才从实验室走出来，却径直走向实验室侧门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日子一天天过，苏婉柔连清北也不回了，整天像个游魂，在我的大学里打转，希望能靠近我和我说说话。而每天最刺心的画面，就是我和夏西瑶并肩走在林荫道上，讨论课题时头靠得很近，或者在食堂分食一份甜点。那天我没来上课，也没去实验室。苏婉柔的心猛地纠结，因为害怕我出了什么事，她找管家查到了我在国外的新号码。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，听筒传来夏西瑶的声音：喂，哪位？苏婉柔的理智瞬间崩了。阿晨呢？你把他怎么了？这跟你没关系。夏西瑶的语气依旧平淡，甚至能听到背景里隐约的水流声。很快电话挂了，
他攥着手机在教学楼外转圈，脑子里全是乱七八糟的念头。直到傍晚才在我宿舍楼下看到夏西瑶的车，而此时的夏西瑶正在公寓里照顾我。我发着高烧，脸颊烧得通红，意识模糊中还在念着课题数据。夏西瑶拧了冷毛巾敷在我额头上，心疼的不行，又冲了杯蜂蜜水，一点点喂给我。凌晨时我的烧终于退了，下等我醒来时，我看见夏西瑶眼下有淡淡的青黑，显然守了我一夜。我看着她疲惫的侧脸良久，心脏砰砰直跳，轻轻拿起毯子盖在她身上。不久后，我们开车到教学楼门口，就撞见了站在不远处的苏婉容。苏婉柔的嫉妒像毒藤缠住心脏，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离开。我重新回到了实验室，正坐在实验室整理数据的时候，苏婉柔的身影就堵在了门口。她眼底布满红血丝，声音带着浓重的疲惫：“阿琛，我们谈谈吧，你还记得吗？小时候我怕黑，你每晚都爬窗来我房间讲故事。你高中低血糖，我书包里永远背着巧克力。你说想考清北，我就拼了命考第一，只想跟你在同一个校园。”我抬眸看他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然后呢？然后你把给我的伞借给了宋静言，把给我准备的早餐塞进了他课桌，把清北的名额让给了他，甚至在我和他同事受伤时，你第一时间冲过去找的人是他。我的声音平静无波，却字字像针扎的苏婉柔心口发疼。我知道错了。他哽咽着往前迈了一步，似乎想要抱抱我。我知道宋景言改了你的志愿，我已经把他关起来了，让他再也做不了坏事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回到过去好不好？我轻轻合上文件夹，回不去了。苏婉柔，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，粘不起来的。你为什么这么绝情？苏婉柔红着眼抓住我的手腕，就因为夏西瑶放开他。夏西瑶不知何时出现在门口，语气冷得像冰。苏婉柔，请你离开，不要打扰我的学生。苏婉柔被他眼中的警告震慑，却仍不甘心地望着我。夏西瑶直接上前掰开他的手，将我护在身后。需要我叫保安吗？苏婉柔看着我们并肩立的身影，虽然很不甘心，但还是为了我狼狈地转身离开。夏西瑶低头看向我，还好吗？要不要先回去休息？我点头，靠在他手臂上借力站起。连日的疲惫和刚经历的争执让我有些脱力。可就在这时，夏西瑶的手机推送了一条国内新闻，他看过后神情犀利，将手机递给了我。国内的舆论突然炸开了锅，宋景年被关前发的造谣帖被有心人顶上热搜，不明真相的网友跟风谩骂，说我高考成绩造假，国外留学是占了别人的名额，连带着我的学术成果都被质疑，是靠夏西瑶上文。看着不堪入目的评价，我反倒很平静。可夏西瑶眸色阴鸷，发誓要让造谣者付出代价，我也没含糊，直接在社交平台甩出宋景年篡改志愿的截图与校外人员的交易记录，还有宋景年朋友圈那些刻意模仿我的动态截图。随后我放出自己的论文证明自己，舆论瞬间反转，网友纷纷向我道歉，转而唾骂宋景年。而苏婉柔在国外看到新闻时，正坐在车里盯着我宿舍的窗户，看到宋景年死到临头还在作妖，他怒吼一拳砸在方向盘上。此刻的他对司机说回国，既然宋景年不肯老实，那我就回去让他知道他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而对于苏婉柔的打算，我并不知情。网络上的风浪渐渐平息后，取而代之的是对我学术能力的认可与赞叹，可那场铺天盖地的谩骂像一层薄冰敷在心头，迟迟不化。我坐在实验室里，对着电脑屏幕上的文献发呆，连夏西瑶走进来都没察觉。在想什么，他将一杯热可可放在我手边，杯底的温度透过掌心传来。我抬头勉强笑了笑，没什么。夏西瑶却看穿了我眼底的疲惫，没再多问，只是转身出去打了个电话。等他回来时，手里拿着一杯温水。我给你请了1周假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就这样，我连目的地都不知道，就跟着夏西瑶走了。飞机降落在瑞士时，雪山的轮廓在阳光下泛着银白。我站在湖边，看着远处的雪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里，连日来的压抑仿佛被寒风卷走了大半。我父母在这边定居，说想请你吃顿饭。夏西瑶动作亲密，帮我拢了拢被风吹乱的围巾，语气自然，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。夏家的别墅藏在山坡上，院子里种着大片的薰衣草。夏母一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不放，眉眼间满是欢喜。早就听西瑶提起你这孩子，从来没带男孩回过家，整天就知道泡在实验室。夏普笑着递过一杯热红茶，他呀学习上一路跳级，都说他是天才学者，才23岁就当上了大学教授，可感情上就是个榆木疙瘩。听到父母的调侃，夏西瑶这个一向沉稳的女人难得红了耳根，我看到后忍不住弯了弯嘴角。夏西瑶的父母做了许多中餐招待我，餐桌上夏母不停给我夹菜，絮絮叨叨地说着夏西瑶小时候的糗事，夏父则和我聊起古建筑保护的现状，气氛温暖的让人心头发软。傍晚的时候，夏西瑶说要餐后散步，带着我走在山坡上看星星。山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，吹起我的发烧。江晨，夏西瑶突然停下脚步，转身面对我，眼底的星光比天上的更亮。这段时间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珍贵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声音带着点不易察觉的紧张。我不想只是你的老师，不想只做你的学术上的伙伴。他顿了片刻，而这个停顿让我的心跳不自觉地加快。我想成为能陪你一辈子的人，想每天醒来看见你，想陪你完成所有的研究，想和你一起看遍世界的风景。我的心跳骤然漏了一拍，想起实验室里他默默递来的诗经，想起雨夜里他撑着伞的身影，想起画展上他含笑的眼眸，想起他照顾生病的自己时眼底的心疼。那些夏西瑶过往的温柔都像溪流一般，不知不觉间汇聚成河，淌过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我抬起头，撞进他盛满星光的眼眸里。好，夏西瑶愣了一下，随即狂喜漫上眼底。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，将我拥入怀中。谢谢你，阿晨，我们紧紧相拥着。山间的风拂过时，都带着薰衣草的香气。4年后，
我完成了学业，迎来了我的毕业典礼。毕业典礼的那天，我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站在发言台上，目光平静地扫过台下。最后要特别感谢夏西瑶教授，我的声音清亮，目光落在夏西瑶身上，不仅感谢他在学术上的指引，更感谢他让我明白，好的感情从不是单方面的牺牲或依附，而是像建筑结构般互相契合，彼此成就。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，夏西瑶坐在第一排，眉眼盛着满意的笑意。我走下台时，他起身迎上去，自然地接过我手中的证书，将我的手牢牢包裹，无需多言，一个眼神便足以传递所有心意。人群中，苏婉柔看着我与夏西瑶并肩站在聚光灯下，恍惚意识到了我真的长大了，也真的不属于他了。毕业典礼结束后，苏婉柔拦住了正要离开的我和夏西瑶，她穿着笔挺的西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却掩不住眼底的疲惫。阿晨，祝你幸福。我看着她眼中没有怨恨，只有一丝客套和疏离。谢谢，也祝你找到自己的幸福。苏婉柔点点头，目光掠过我，落在夏西瑶身上。夏西瑶始终站在我身侧，姿态是不动声色的守护，眼神里的真是藏不住。她忽然笑了笑，像是终于放下了什么，转身准备离开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极轻的响动。苏婉柔下意识回头，却看到夏西瑶微微点脚，在我脸颊上印下一个轻柔的吻。阳光落在我们交握的手上，夏西瑶顺势将戒指戴在了我的无名指上。这枚戒指是她熬了3个通宵，亲手打磨的成品，尺寸刚刚好。我低头看她眼里的笑意，浸满了甜蜜。那一刻，苏婉柔像被定在原地，我们丝毫没有注意到身后苏婉柔的眼睛一直注视着我们，而是像普通的学生情侣一样幸福而不顾旁人的离开了。终于，苏婉柔决定放手了。她回了国，把自己关在空置的别墅里，整日买醉，没用的东西。苏父摔门进来时看到的就是苏婉柔这副烂醉的景象，当即气得发抖。当初劝你别被那个宋景年迷了心窍，你偏不听，现在江晨走了，你又在这里作践自己，后悔有什么用？苏母红着眼眶抹泪，那孩子从小就跟你亲，是你自己把人甩了。苏婉柔把脸埋进臂弯，喉咙里痛苦的阵阵呜咽。苏父苏母走后，别墅里又恢复了死寂，直到后半夜，一道鬼祟的身影撬开了后门的锁，是宋景年。他受的脱了刑，手腕似乎骨折了，打好支架吊在胸前，脸上布满了青紫的伤痕。被苏婉柔打断手脚后，他就被扔在了精神病院。可网络暴力让那些谩骂铺天盖地涌向他，逼得他逃了出来。此刻他手里紧紧攥着一把生锈的水果刀，那是他从垃圾桶里捡来的。客厅里弥漫着浓重的酒气，苏婉柔趴在茶几上，嘴里含糊的念着什么。宋景年凑近了才听起，他在说：“阿成，别走，对不起。”苏婉柔抬起头，醉眼朦胧的看着他，突然笑了，笑的眼泪都流了出来。阿成，你回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。他跌跌撞撞的扑过来，想抱住他，嘴里不停念叨着：“阿成，我错了，真的错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什么都给你。”宋景年被他抱得很紧，听着他一声声深情的喊着阿成，那些被压抑的怨恨和嫉妒瞬间炸开。我不是江晨，他尖叫着推开他，手里的刀狠狠刺进他的胸口。苏婉柔，你看看我，我是宋景年，我为你做了那么多，你凭什么心里只有他？苏婉柔的笑容僵在脸上，低头看着胸口的刀，鲜血汩汩的涌出来，染红了他的白衬衫。他似乎没感觉到疼，只是茫然的看着宋景年，嘴唇翕动着，还是那句阿晨。宋景年彻底疯了，他拔出刀又狠狠刺了下去。你去死吧，我得不到的，谁也别想得到。鲜血溅了他一脸，他却笑着点燃了沙发上的酒精棉，火苗腾地窜起来，迅速蔓延到窗帘地毯。很快，别墅成了一片火海。宋景琰被警察从废墟里拖出来，浑身焦黑，嘴里还在疯疯癫癫地喊着：“他是我的，谁也抢不走。”江城，我终于赢了。很快，他被警察带上手铐带走了。而身受重伤的苏婉柔被抬出来时，已经浑身是血。我接到我母亲电话时，正在和夏西瑶核对新展的展品清单，听筒里母亲的声音带着愤怒和遗憾，说宋景琰终于被关进监狱里，而苏婉柔死了。我握着笔的手顿住笔尖在标，铅纸上印出一小团沫子。窗外的阳光明明很暖，却觉得有股寒意顺着脊椎爬上来。那个从周岁起就缠着我的少女，那个曾让我爱过恨过，最终放下的人，就这样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彻底退出了他的生命。要回去看看吗？夏西瑶察觉到我的失神，轻轻抚上我的手背。我沉默了很久，点了点头。回去看看，就当去告个别吧。谢家别墅的废墟还围着警戒线。苏父一夜白头，苏母坐在灵堂前见了我，只是流泪，说不出话。我妈拉着我的手，低声说：“婉柔在医院抢救了7天7夜，最后还是没撑过来。她临走前嘴里一直念着你的名字。”我站在灵堂前，看着那张放大的黑白照片，那还是她17岁的样子，穿着白衬衫，笑得肆意。夏西瑶陪我回来，不知道该安慰我些什么，就静静地抱着我。我和夏西瑶一人拿了一束白菊，放在苏婉柔的遗像前，没有撕心裂肺的痛，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平。悼念结束，我对苏父苏母鞠了一躬保重。这场追悼会结束后，我和苏婉柔就再无瓜葛了。回到柏林后，夏西瑶没多问，只是陪我去了常去的海边散心。日子渐渐回到正轨，在夏西瑶的支持下，我参加的建筑修复项目获得国际大奖，我的名字频频出现在行业期刊上。我们两家人时常在周末聚餐，夏母教我做瑞士的点心，我爸和夏父从家族企业聊到茶艺和养生。3年后的春天，我们在塞纳河畔的一座小教堂举行婚礼，我穿着简约的礼服，胸前别着夏西瑶亲手种的红玫瑰。仪式进行到一半，一位陌生的律师送来一个礼盒，说是苏婉柔生前嘱托，务必在我婚礼当天送达。我打开盒子，里面躺着一张银行卡，复言颤颤巍巍，写着几个字：礼金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事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条洗得发白的领带，是我18岁生日时苏婉柔用攒了半年的零花钱买的。当时我嫌颜色太花，只戴了一次。领带下压着一张纸条，是苏婉柔潦草的字迹：祝我的男孩永远活在阳光下。我拿起领带看了一眼，
布料已经有些脆了，却还带着淡淡的阳光味道。我把盒子递给夏西瑶，语气平静：“帮我收起来吧，过去的都过去了。”夏西瑶接过盒子，放进旁边的储物架，然后牵起我的手，指尖的温度温暖而坚定。神父宣布礼成时，教堂的钟声敲响，阳光透过彩绘玻璃，在我们交握的手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属于我们的未来刚刚开始。